文竹姿态优美，外形挑逸，体态轻盈，显得非常文气雅致。古人云：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养护文竹可以陶冶情操，修身养性。但很多人刚买的文竹郁郁葱葱，但是养了一段时间就会黄叶或者死掉。其实养文竹过程中，我们要注意，它有4不耐，即文竹不耐寒，5摄氏度以下要入室越冬；不耐干旱，盆土过干叶片容易发黄；不耐水涝，盆土积水容易导致文竹烂根；不耐暴晒，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避免阳光暴晒。但即使上面说的4不耐你做到了，可能家里的文竹还是会发黄或者烂根死掉，这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？今天老王就来分享养护过程中常见的7个疑问以及答案，看了之后养文竹会更加得心应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养花的频道。所以在平时养护中，如果遇到多肉、烂根、化水、徒长以及找不到养护方法的，还请关注我的频道，相信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为什么文竹越养越细，越养越黄。第一，文竹喜阴还是喜阳？这个问题很多花友的认识都有误区，他们认为植物都需要晒太阳，于是买回家的文竹赶紧搬到阳台去晒一晒，这样是万万不行的。因为文竹的叶片是非常细碎的，它的储水能力很差，因此需要温暖湿润的环境，不能多晒太阳，一定要用散射光养。因为一晒太阳或者暴晒，文竹就会出现黄叶，尤其是在夏天。所以文竹喜欢散光的特性，决定了它非常适合放在卧室、客厅、书房这些地方。第二，文竹花盆选多大的？关于文竹花盆选大的还是选小的，这个话题一直有点争议。有的人觉得文竹的根系比较弱，没有一个明显的主根系，并且它是浅根系植物，根系长不了太深。如果花盆过大，根系达不到花盆底部，那么花盆底部的水分就没法吸收，长期堆积就容易烂根。而有的人认为文竹的根系是比较发达的，所以它的根系也会扎得很深，所以用大盆养，可以让它长到10几米高，可以爬得郁郁葱葱。所以选大盆还是小盆还是要看自己的喜好。如果你喜欢长得郁郁葱葱，能爬满墙的文竹，就选择大盆，用了大花盆就可以养得更高，爬藤更多。如果你想搭配一些苔藓、石头等配饰，养成精致的盆景的话，建议用小盆，才能达到禅意的效果。第三，文竹浇水多好还是少好？很多花友给文竹浇水总是不控制量，一次性浇水太多，而文竹自身吸水能力是很有限的，因为它的叶片很细小，蒸发水分的量不多，所以根系吸水也有限，浇水太多吸收不了，极其容易烂根。正确的浇水方法是见干见湿，一定是看到盆土干燥了再浇水，不干不要浇水。但天气炎热，空气干燥的时候，可以往叶片上喷水，这样可以让叶片更绿更肥。喷水时喷湿就好，不要喷到水流下来。因为文竹是肉质根，所以用途也要注意，一定要通水性好的土壤，否则浇水浇得再好，也会烂根。第四，文竹需要施肥吗？很多人养文竹是从来不施肥的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事实上，文竹是一个非常喜肥的植物，长期不给文竹施肥，容易造成文竹生长发育不良的情况出现。正确的施肥技巧是，每隔1个月左右就需要给文竹施肥一次，可以使用复合肥或者水溶肥、薄肥勤施。第五，文竹需不需要修剪？很多人从来不给它修剪，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，有的长得歪七扭八，到处乱爬，也保持着原样，因为不知道如何修剪。其实文竹是一种爬藤的植物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，不修剪的话会长得十分凌乱，爬得到处都是，其实那样也并不美观。所以养文竹要定期的修剪，一般半年修剪一次，让它的株形保持紧凑以及高雅的姿态。可以把花盆中过长的枝条修剪掉，让它底部冒发侧分枝，并且把底部的一些老叶、黄叶以及比较弱小的叶片也修剪掉，让它保持郁郁葱葱的蓬松状态。第六，温度多少度合适？文竹比较喜欢温暖的环境，它生长最适宜的温度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左右。
夏季温度高于35摄氏度的时候，要避免烈日暴晒；冬季温度低于5摄氏度的时候，要注意防寒保暖，避免遭受冻害。温度最好能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。第7，养文竹的注意事项。1、养殖一段时间之后，要给植物搭一个支架，让它顺着支架长，不然会长得杂乱。2、养护时除了让土壤保证湿润，还要保证空气有一定的湿度。3、文竹在室内养护时一定要通风，叶片发黄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因为通风不良导致，所以半阴通风是最好的环境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养护文竹的一些内容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内容有遗漏或者错误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。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，所以老王一直都是边养护边学习，也乐于分享养护经验给大家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还记得帮老王多多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下一期你想了解什么养护知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